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光喵的旅行 Vlog 之攻略篇。之所以要录制今天这样一期视频呢，是因为我们之前发布了阳光海岸的旅行 Vlog， 受到了很多小伙伴的关注，然后很多小伙伴在后台留言给我们，希望我们分享我们的旅游行程和旅游攻略。我今天呢就带着满满的干货和诚意来啦，记得收藏，记得点赞，记得关注我们哟。我今天会从澳大利亚阳光海岸最适合拍照的网红打卡点、不可错过的景点推荐、住宿推荐、最好吃的餐厅推荐，以及我们的旅游行程大公开，来给大家简单明了的分享澳大利亚阳光海岸的旅行干货，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因为还有一个超大的礼物要放送。相信我来澳洲这几年去过阳光海岸无数次，从来没有像这一次一样发现阳光海岸原来有这么多好看的网红拍照打卡点。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时间不对，澳洲的阳光很强烈，如果你白天去拍照的话，一定会把脸拍得黑黑的，一点都不好看，一定要选择早上或者说是傍晚的时候去拍照才好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没有找对景点。我这一次在网上做了很多功课，终于把 Noosa 附近最适合拍照的几个景点全部整理出来，一次性分享给你们。Noosa Botanic Garden 真的是我分享过无数次的一个景点了，特别适合拍照，小众人少，景又美，风景特别漂亮，巨大的露天剧院，靠近河岸的风景，你不被折服算我输。Noosa Vale 这里真的太像度假胜地了，一看到棕榈树我就想到凯恩斯。在日落傍晚的时候呢，选择两棵棕榈树的中间的长椅上坐下，惬意舒服，老死了。Noosa Speed 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景点，这里特别适合飞无人机。湖水和海水交汇处呈现的是蓝绿相间，白色沙丘在退潮的时候恰好映衬着湖面和过往的船只，这种画面只因天上有啊。Mooloolaba Speed 说到这里真的只能说绝了，这里真的是太悠闲太舒服了。走在去海边的路上，公园里面你可以看到遛狗的人、野餐的人、海边钓鱼的人、海边画画的人，只能说澳洲人真的太懂得享受生活了。而且傍晚的时候在这里看日落非常的舒服，吹着海风，看到这些悠闲的人，你的心情会变得很好。如果大家想要单个景点的详细文字版攻略呢，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图文哦。其实我以前出去旅游的时候呢，是不太喜欢去一些大众旅游景点的，因为觉得人太多坑游客。但是这一次我在阳光海岸去的这几个景点呢，是真的觉得体验感还不错，至少我自己是很乐在其中的，并且想要推荐给大家。看画面你就知道了，一个字值。湖面就跟镜面一样，坐船置身在里面，就像走进了李白的诗一样的感觉，太梦幻了，太像仙境了。如果你去阳光海岸旅行，答应我一定要给他留足2天的时间，好吗？ Noosa National Park 应该每一个去阳光海岸旅游的人都会去这个国家公园玩。我去了 Noosa 4次，4次都去这里徒步。风景还是很漂亮的，全程走下来大概是4个多小时的路程。记得一定要带好水，记得看到厕所的时候一定要去上。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注意防晒，因为越走到后面越没有遮挡的地方，而且澳洲的太阳是真的非常的晒的，不然你的结果就是Umundi Market 的这个是我好朋友给我推荐的，说如果你去阳光海岸旅游的话，就一定要去这个周末市集，它非常的大，里面的东西也很全，有好吃的美食，有蔬菜水果，有工艺品，有衣服帽子鞋子，很多东西，琳琅满目，可以逛很久。所以如果你从阳光海岸回布里斯班的路上呢，可以顺道去一下。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周末市集它是只有周3和周6才开门的，一定要看好时间哦。Ginger Factory 姜工厂乐园，我很早之前就有听说过它大名了，因为它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姜作为主题的主题乐园，连戴安娜王妃都有去过，可见它有多知名吧。然后他们家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项目，比如说像参观姜工厂，它会带你去了解这个生姜工厂从建立开始到现在的历史发展过程，包括像大家都喜欢喝的这个 Ginger Beer 啊、生姜糖啊、生姜汽水啊，它的制作过程是什么样子的，都会展现给你看，很长知识。你也可以去品尝它们。还有那个蜜蜂秀，它会带你去找这个蜂后，带你去展现
蜂蜜制作的这个过程，你可以去品尝蜂蜜。还有就是阿超最喜欢的蒸汽小火车和小游船。蒸汽小火车就是你可以穿越整个生姜工厂的热带雨林，去体验这个最古老的、最经典的蒸汽火车。我觉得体验还是蛮不错的，很经典，很有感觉，很古老，很有特色。然后这个小游船呢也非常有意思，你可以坐在这个游船上啊，去不同的国家，它会有不同的这个反应，不同的国家的人民，迎接人的方式是不同的，很有趣。然后不断的会有姜饼小人出现跟你互动，小朋友我觉得应该是超级喜欢这个。最后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他们家的这个 Ginger Beer， 真的是太好喝了。他们家的这个生姜啤酒，我觉得味道也很不错，很爽口，很清爽。另外他们家也有像这种姜糖啊什么的，算是很知名的了，爸爸妈妈应该非常喜欢，所以很适合拿来当礼物。Sea Life， 哇，我这个真的推荐所有年龄层的小伙伴去。海底隧道真的太适合拍照了，有没有？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海洋动物，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去过海洋世界了，所以觉得特别新奇。还有小企鹅可以看，还可以跟小企鹅互动，然后还有像海豹表演啊这些的，小朋友应该可以在里面学到不少知识。Australia Zoo 我5年前去过一次，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 Africa Zoo， 然后现在再去一次会发现哇，完全不一样了，整个动物园都变大了很多，而且他们家餐厅也变好吃了。我最推荐的是他们的非洲区，里面有长颈鹿啊、斑马啊，还有狮子王哈库纳马塔塔里面鹏鹏丁满里面的那个丁满实在是太可爱了。然后我还推荐的呢是他们家的 Animal Encounter。你可以真的跟这些动物进行互动，但是一定要在网上提前预定，因为他们都是有人数限制的，所以不预定的话，一般来说是订不到的。小朋友们应该会很喜欢这个互动。我们这一次呢，去预定了长颈鹿的 Animal Encounter 和大乌龟的 Animal Encounter。你是真的可以拿这个胡萝卜去喂那个长颈鹿，它会舔你，非常的可爱。然后大乌龟，你就真的可以去摸它的那个壳，然后摸摸它的那个脚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不仅仅是对小朋友吧，对我们大人也是一种毕生难忘的体验。然后大家也记住了 Australia Zoo 最高的那一只长颈鹿，它的名字叫 Forest 森森，它是我儿子，谢谢。是的 Australia Zoo 官网上面呢也可以去领养动物，其实它费用不是很高，跟 Animal Encounter 一样，在网上注册就可以了。这个钱主要是拿来去维持它日常的一些开销，因为养动物很贵嘛，更何况是那么大型的那些动物，所以我也想是尽自己一些绵薄的力量，去让它们生活得更好。Sun Reef应该是观鲸季节的必去项目了。每年的9月至11月呢，是澳大利亚最适合观鲸的季节，成千上万只座头鲸迁移的场景，你是不会想错过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晕船的话，记得上船前一定要吃一片晕船药哟。Big Car Track 这个就在 Australia Zoo 边上的一个地方，是玩卡丁车的，阿超非常喜欢。如果你有朋友一起的话，可以大家一起去赛个圈比赛啊什么之类的，还挺有意思的，非常适合男孩子玩的一个活动。如果关注我有一段时间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最喜欢的阳光海岸的一家餐厅叫 Pier 33，我真的已经推烂了，我说过好几次了。我非常喜欢他们家，除了他们家颜值很高，很适合拍照打卡以外，他们家非常的好吃。我很喜欢他们家的意面、cocktail， 还有生蚝，必吃必点，好吗？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家晚餐啊，如果你不提前订的话，是肯定订不到位子的，所以一定要提前订。我比较喜欢的位子呢，是靠露台那边，可以看到港口，然后有棕榈树，有露台，有风景，非常的舒服。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 Bistro C， 这家餐厅是从早上7点钟开到晚上7点钟，就坐落在 Hastings Street 上面，风景非常的好，就背靠大海和沙滩，你可以坐在露台上面，可以看到沙滩上的人群和大海，这个 view 真的是绝了。买的就是它的这个风景餐，他们家提供早上的 brunch， 中午的午餐，下午茶，还有 happy hour cocktail time， 就是傍晚时分。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当时在 Noosa Everglades 玩的时候住的地方 Habitat Noosa， 这里分为 glamping 豪华帐篷和 camping 就是如果你有房车或者说你要自己带帐篷也可以去住，会比较便宜一些。我和阿超当时选择呢是 glamping 豪华帐篷，我们当时选的呢是带有独立卫生间的大床房，最多可以住4个人。傍晚的时候，当你走出这个帐篷，
全部都围着野生袋鼠，这个场面非常的壮观。野生袋鼠跟公园里面的袋鼠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你不能走近它，你也不能去喂食。因为它会胆子比较小，但是这个场景你是绝对不会想错过的，太壮观了。另外，如果早上天会比较好的时候，你可以去 Habitat Nusa 边上的那个湖面上面，那一边的湖水会很平静，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起伏，河岸边上会有很多袋鼠在那围观，这个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很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另外 Habitat Nusa 他们家呢也有自己的游船和旅游项目，可以带你去到 Nusa Everglades 玩，比如说像游船啊、划船啊这些的，还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他们的官网上面去看一下选择。那之前呢，我有跟大家推荐过，他们家是有篝火可以接的。之前我跟阿超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看着星空，点着篝火吃烧烤，真的是太爽了。但是好像据说啊，就是现在这个篝火的这个炉子，有一点老化了，所以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暂时他们就不对外借了。所以如果你想要用篝火的话，那就自己带这个炉子，他们会提供一些木材什么之类的，不过是收费的哦。总之呢，我是觉得他们家是一家蛮有意思，然后蛮有特色的一个露营地，很值得去体验，就推荐给你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在 Nusa 跟 Mooloolaba 住的2家酒店，分别是 The Cebal Nusa 和 The Cebal Maroochydore。The Cebal Nusa 呢是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它就在 Hastings Street 附近，走下来就是好方便，就随便去餐厅、酒店，只要走路就可以了。他们家的设施也还不错，酒店的一些基本设施都还蛮不错的，有自己的泳池，有 barbecue 的烧烤屋，住上去也很舒心，房间也非常的大，就还蛮推荐的，性价比也很高。那 The Cebal Maroochydore 呢，他们家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停车也很方便，而且关键是他们家去海滩很方便。酒店外面有一个大的露台，这个露台可以直接望到海，是海景房啊，真的，这个价格可以住到海景房，真的还蛮值得了。那总体来说呢，我觉得他们是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房间非常的大，如果你是家庭出行的话，就还蛮推荐的。如果你对交通也很注重，对酒店设施也很注重，对价格也很注重的话，那我觉得这2家酒店还蛮适合你的。那现在大家在屏幕上面看到的这个表格呢，就是我们这一次阳光海岸之行的行程表。如果你们想要 get 喵喵同款行程的话，就快点截图吧。我们这一次去阳光海岸去了7天，整个行程安排下来其实不是特别的累，而且是属于比较轻松又能去到所有想去的景点的，所以还是蛮推荐给大家我们这样的安排的。最后要非常感谢阳光海岸旅游局对我们这次的旅游出行和拍摄给到了大力的支持。那我接下来要送大礼了，凡是关注风光喵转发这一条视频并给我们点赞和留言的朋友呢，我会抽出1名幸运儿送给你 Habitat Nusa 豪华帐篷2晚住宿，是不是很大的礼？那希望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呢，能对你的旅行有一些帮助。那非常感谢大家看到这里，我们下一期 vlog 再见啦，拜拜。